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便是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的南禅寺大殿。此殿始建于唐德宗建中3年，也就是公元782年，几十年后就是唐武宗灭佛，而存留至今的南禅寺显然就属于是漏网之鱼。如今算来，它已经有了1242年的历史，所以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同时，这里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，但这个消息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。取景取的哪儿不知道，那我们就纯解说古建，等游戏上线了再慢慢找。本期视频也是我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巡礼的第23期，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。当年梁思成、林徽因2位教授走山西的时候，就与南禅寺擦肩而过了。但在1953年全国文物普查的时候，南禅寺终于走进了我们的视野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这边曾经大修了一次，本次修缮全力保留了唐代建筑的风貌，但也为此做出了牺牲。比如这2个位置就曾有过2个小配殿，分别为罗汉殿和伽蓝殿。为了恢复台明，也就是露出地面的这块台基，就把2座小配殿给拆了，给台明让路。除此之外，修缮前的门窗都是拱券门，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弄的，修缮后就把这去掉了。窗户也改成了纯玉风直棂窗，修缮就是这样，有得有失。不知在过往的1000年里，南禅寺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。仅仅在新中国时期，这边也是命途多舛。在1966年，南禅寺被邢台地震所波及，遭到严重破坏，这便是70年代大修的直接诱因。在1999年，3名歹徒闯进南禅寺，将文保员打伤捆绑，然后凿开了佛像和菩萨像的胸膛，盗走了内部的宝物以及多尊造像。在2012年，殿内的佛塔又被盗走。以上全部失窃文物迄今下落不明，这座千年古寺可谓是命途多舛，所以如今正殿之内被拦上了钢筋架子，虽说观感有点碍眼，但为了保护文物，完全可以理解。如今殿内已经开放了拍照，但禁用闪光灯和强光。如果想拍得清晰一些，把手机往空档里贴贴就好了。我是2024年3月去的南禅寺，吃住地点直接看图，住宿是73块，距离南禅寺7公里左右。早晨一路自驾过去，路况如镜头所示，总体来说是不难开。南禅寺门口的泥土地都可以停车。然后我们来看票价和开放时间，全价票是20块一位，旁边还有个简略的五台县全域全景图。下面我们走进院内开始参观。这第一进院落，建筑风格一眼明清，目前都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区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现在穿过这个门，来到南禅寺正殿所在的院落，在这个院里可以看到办公房露在外面的3、5架梁，而我们今天的旅途也正式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。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南禅寺啊，唐代建筑，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去。院落中的正殿即为南禅寺大殿，又称大佛殿，那便是我们重点要看的唐代建筑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其坡度极其平缓，且出檐深远，这是唐代建筑的显著风格。正脊2段的螭吻应该叫做螭尾，风格是唐代的，实物是后期加的。修缮前是这样的，螭尾的制作原型则是黑龙江出土的渤海国螭尾。别人解说的时候给的图都是这张，但我给出的这张图明显更适合做外形对比。它们的缎带区域之内用了同样的连珠纹，轮廓构造也更近似，且螭尾的造型一般被认为是来自佛教的摩羯鱼，所以这里应该是鱼背，此处则当是鱼鳍。大殿的眼角下挂有惊鸟铃，如果站在正面看，不难发现它的柱头是微微向内倾斜的，柱脚则微微向外倾斜。在营造法式中，这种做法叫做侧角。另外，它的角柱要比其他檐柱高一点，这在营造法式中被称为升起。按照营造法式的规定，这面阔3间的大殿角柱应该是高出去了2寸左右，而且南禅寺的12根柱子里有3根为方柱，这是南禅寺最早的构件。有人说方柱是隋朝的，但我并未找到文献出处，所以暂不下结论。然后我们来看铺座区，发现此处未设补间铺座，不过仔细看明间正中央，发现还是有小型的承重部件。下面这是个小驼峰，上边还有个小斗，只顺着建筑横截面开了一个槽，托住了上边的方，那这个应该就是伞斗了。然后看柱头铺座，其炉斗直接坐在柱头上，向前出2跳滑拱，上方的耍头长得像昂，但这个角度比直男还直，所以它不是昂，应该叫做拟昂式耍头。而它和第2跳滑拱中间还有个负重前行的斗，负的便是令拱的重量，令拱背上驮着2个伞斗，伞斗再往上是帮它承重的替木，替木再往上那就是支棱着一排船子的燎烟团了。
而后面这个位置的拱叫做泥道拱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？因为这堵墙以前全都是泥糊的，现在好像也是泥糊的，就得名泥道拱了。刚才这一系列里只有耍头像个混饭吃的，把它抽出去一时间塌不了，但时间长了会不够稳定。至于剩余那些，但凡抽出去一个，马上就给你来个样看看。然后我们看转角铺座，虽然造型复杂了点，但用的零件基本还都是刚才那些。但这边的令拱属于是 double Q， 两个连在一起的令拱是为鸳鸯交手拱，就像两只亲嘴的小鸟，这才是鸳鸯毒素何曾灌，化作西楼一缕云。最后看这些小白点，我从施工报告中查到，这是唐代彩绘的遗存，因为营造法式中七朱八白彩绘的前身，朱记红色，白记白色，刷出来大致就是敦煌壁画这样的。下面我们走进殿内，观看殿中的造像。这17尊造像均为唐代遗留至今的彩塑，均以木为骨架，然后再敷泥上彩。现在我们先来看正中央的主佛，也就是释迦牟尼的法身毗卢遮那佛。佛像的坐姿是典型的家趺坐，右手结说法印，左手放于膝上，佛衣是为通肩袈裟，线条写实且胸肌轮廓明显，这是典型的唐代造像风格，与体态偏阴柔、衣衫线条偏写意的南北朝造像截然不同。而大佛腹部颜色不一样这块，应该就是1999年被歹徒破坏后所留下的修补痕迹。主佛的背光区为木质打底，头顶浮雕为迦楼罗，也就是佛爷头上金翅鸟，向下则是一对飞天。如果细分归类，这翩翩起舞的应该是霁月飞天。再往下的一对浮雕，仔细看能辨认出来是文殊普贤二位菩萨。头冠法器我辨认不好，但青石白象坐骑就很好认了。主佛的座位则是一个须弥座，上方覆盖的则是2层覆帘。所谓覆帘指的是指向下方的莲花，如果向上指那就是仰莲了。覆帘下伸出的这几个头，我总感觉是摩羯鱼的鱼头，中间的束腰区则有力士在托举。看完主佛，我们再来看其他造像。先看左右势力的弟子，年轻者为阿难，年老且袒右肩者为迦摄。东侧七白象的菩萨应为普贤菩萨，但白象并无6牙，但至少不应该没有牙，推测为后来损坏了。此尊菩萨造像头戴花冠，胸佩璎珞，坐于仰莲宝座之上，其右手弯曲2指，与善化寺金代普贤造像手势相同，推测手中原有法器，但现已遗失。而侧面的这个小造像则是牵着白象的昆仑奴，外形为卷发黑身，一般被认为是辗转抵达大唐的黑人。西侧与普贤相对的则是端坐于仰莲宝座中的文殊菩萨，坐骑则为青狮。菩萨同样是头戴花冠，胸佩璎珞，双手都比说法印多弯曲了1根手指，推测双手皆有法器，但现已无存。而这2根木橛子上边本该有一个牵着青狮的人，但也在1999年被盗。这2位菩萨与主佛毗卢遮那佛放在一起，视为华严三圣。往下方看，这些看起来像是化生童子，但动作又不太对。退后几步看，才发现这其实是分开的。莲花座是空的，上面本该有2尊供养菩萨像，却在1999年被盗，金只剩残座和木橛子。与供养菩萨放在一起且回头望向菩萨的2个童子，有资料说是善财童子，但善财怎么还出来一对了？而这样的造像共有4尊，皆为胁侍菩萨，且装束相近，均头戴花冠，胸佩璎珞，半袒右肩，手指姿势似乎握有法器，但今已无存。2端最外侧的塑像则是护法金刚造像，这2尊造像身穿铠甲，为武将装束，而这根接地的飘带想来是可以辅助承重的。现在我们来看梁架结构，我们首先发现内部的转角铺座一下子变得简洁了起来，这便是我们熟悉的偷心造。大殿前侧宽阔，明显是用了简柱法，但后期修缮时又增加了新的铁柱子。从山面可以看出南禅寺大殿的进深实为3间4传，从这里看是进深3间，从这里看则是进深4传。那么这根巨大的梁自然就是4传符，4传符和外面的拟阳式耍头是一体的，它的上面是驼峰，但4传符的高度够不着驼峰，所以中间要加层木头垫着。这木头就是营造法式里说的脚背。驼峰上顶的是斗拱中的大斗，大斗之上则是平梁，平梁外侧的木头是托脚，上方则是插手，构成了一个承重的等腰三角形，共同承托最上方的脊团。这个位置可没有属柱，修缮之前有，但考证之后发现是后世给加上的。
于是就趁着修缮把它给去掉了。至于紧贴脊团与平团的构件就很简单了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令拱上边安3个斗，两侧为3斗，中间为齐心斗，大家一起把团掐住了，齐活。而在山面也有熟悉的丁符，它和四川符之间恰好是一个丁字，它和山面伸出来的拟昂式耍头是一体的。至于证明它是唐代建筑的题记，则在这根梁上，我拍的不清楚，所以找了个清晰的网图，就能看到上边大唐建中3年的字样。然后我们走出来看西配殿，也就是明代的龙王殿，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正中间的补间铺座用了斜拱，殿下有一块字迹特别清晰的万历碑，对面则是一块字迹比较清晰的清嘉庆年间的功德碑。对面的东配殿为清代的菩萨殿，同样是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硬山顶，额方上的彩绘颜色均已褪尽。廊下有一块同治年间的功德碑，对面则是一块同治年间的重修碑，其内部则是一尊小弥勒佛，另一端则是一尊菩萨。内部的3架梁有一根是直的，另一根是曲了拐弯的，严重怀疑这根弯的是元代留下来的。南侧是真正的山门殿，也就是清代的观音殿。此殿面阔3间，虽是清代建筑，但额方上的彩绘并不像清朝常见的玄字彩画。其廊下有一块清乾隆年间的重修碑，对面则是一块清嘉庆年间的补修碑，脚下还有几块残碑，其中这个碑首是唐代的，其余年份未知。我从别人的论文里看到，说南禅寺还有3个唐代石狮子，现在都去哪儿了呢？这一趟我是没找到。另外，以前南禅寺禁止拍照的牌子都被锁在这道门后，顺着门缝能看得到。如今是禁用闪光灯和强光，仅此而已。昔日一刀切的管理方式终归成为了过去时。按道理来说，南禅寺身为古建筑的老大，都带头开放拍照了，对于我这种短视频博主来说，当然是天大的利好。但目前的情况是，不守规则的大有人在，无论是古建筑还是博物馆，尤其是人多的地方，一下一下的闪光灯都不带停的，工作人员无论喊多少次都不管用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增加景区的管理成本，那后续会出现什么连锁反应就很难预料。要知道，开放拍照这个事儿得益于很多人长久以来的呼吁，但如果是再度禁止拍照，那可就是一纸文件的事儿，到时候所有守规矩的人都要陪着他们一起倒霉。所以说，必然要发展的文旅经济和必然要保护的文物本体，这个天平要怎么摆才能平衡？身在局中的你我又能以这平凡之躯做些什么？那才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所逃不开的天命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成，一起旅行。